辣的嘛。这个，哎，对。他的，人家自己明白了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时至今日，依然流行着有关内蒙古的一句玩笑话：你们都是骑马去上学吗？上学肯定不会骑马，不过放学以后却可以骑上马背，甚至骑上骆驼。这座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占地超过1万亩，也是中国城市中最大的天然草原公园。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谐音，意为有路的地方。相传成吉思汗在此处挖到鹿形树根，惊呼包克图，这里因此而得名。草原上的风都带着自由的气息，风里似乎还夹着草原羔羊肉的美味。到了内蒙，怎么能不吃涮羊肉呢？我并没有选择网红店，而是去了一家多是本地人的地方。内蒙的羊肉鲜嫩不膻，虽然切成薄片，实际还是有一定厚度的，吃起来会有羊肉的咀嚼感。肥牛同样可口，每一份肉约400克，32元，手切肉贵些是38元，普通的肥牛一份是29元。我点的锅底有3种，麻辣清汤单拼在一起就是鸳鸯锅。这里的麻辣其实并不那么辣，与川味火锅不可同日而语。另外的是野生菌，煮开之后可以先喝汤，碗里要加一点香菜来提味。还有番茄锅底也是比较流行的。这种羊肉卷是一般常点的涮肉，菜单上还会看到高盖肉，就是肉里带一点脆骨。另外还有手切羊肉，相较于这种机器切出来的肉卷，手切肉片会更大更厚。至于小料，首先一定要有麻酱，也就是芝麻酱。腐乳和韭花是曾经传统涮羊肉必备的蘸料，现在有的店里会将它们直接调入麻酱中。另外还有一个常拌涮肉的小食是糖蒜，爽口解腻。截至2023年末，包头市常住人口276.17万。作为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，包头被誉为稀土之都、草原钢城。著名的包钢出产了包括青藏铁路、京沪高铁、京广高铁在内的大部分钢轨。夜晚的觅食，我来到了包头当地人常逛的科大夜市。科大是内蒙古科技大学的简称。在中国许多城市中，大学附近的美食街往往是便宜又好吃，像是以前分享过的海南海大夜市、哈尔滨师大夜市、山西大同大学南门夜市。这些大学附近的夜市是学生们晚饭的街头食堂，也是本地人逛吃的好去处。白天吃过的涮羊肉其实颇具影响力，像是北京美食代表之一的老北京涮羊肉便是源自草原。元代时的北京是蒙古统治者的都城，据史书记载，元代的皇帝和贵族们经常举行盛大的涮羊肉宴会。现在我们一起去逛逛包头当地的夜市，看看还有哪些好吃的。
每次在夜市上遇到烤豆皮，我都会买一份。这种豆皮质地很薄，经过高温烤制，吃起来豆香浓。烤这种薄豆皮，油要刷的稍多一些，慢烤时豆皮才能保证柔软的口感，外缘的边角还会有些许焦脆。好吃的酱料会和豆皮的香相辅相成，反之，单调的酱料会让豆皮乏味。鸭肠，鸭肠呢？鸭肠10块。那就是过来了。然后他看我害怕。烤鸡架的诱人之处，或许不在于骨架上肉的多少，而是缩食的过程。这道常见的夜市小吃，要想做到让人回味，并不容易。鸡架的前期处理不好，吃起来会有肉腥味；火候不到位会湿软；火大了，油脂少的鸡架又容易糊掉；油刷多了，吃着又会腻；酱料不用心的话，味道又不会出彩。咱这是糖醋的是吧？烤鸡架比较多的地方，大概是在东北，那里的夜市常常会有好几家鸡架，有的排长队，有的就冷清多了。所以在夜市上吃烤鸡架，一定要选一家热闹的去。刚出锅的卤熟时，很容易让人停下脚步。这锅猪蹄儿看得我直流口水，看得出卤制得很到位。酱红色的猪蹄儿用刀轻轻一划，软糯的皮就和骨头分开。切碎装盒，会放上香菜、蒜末等调料。这猪皮卷多少钱10块。来一个包，1人一个哪个猪皮卷？啊不。哎呀，可不是，1块钱可不是这样的啊。一同卤制的还有猪皮、猪尾巴，猪蹄儿是43元一斤。我看到有不少的当地人会过来打包一份夜宵。是按斤算的还是按个算的？按斤猪蹄儿吧。啊，斤的。香菜了，有后香。把气干净。哎，这段香菜要不？
平凡的土豆总是能被做成美味。现炸薯片、油煎小土豆，还有这里的土豆饼。生的土豆丝在加热过程中逐渐变软，还伴着浓浓的土豆香气。随着颜色变金黄，一面煎香，换煎另一面。土豆饼的最后一步是撒料刷酱，静静等待有缘人将它们带走。微信收看12个。在吃麻辣烫和火锅时，菜单上常会有宽粉，这种宽度达3厘米的红薯粉条，自身并无什么味道，不过一旦和调味酱汁拌在一起，瞬间变得十分美味。这流汁大宽粉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食欲。曾经的宽粉只会在炖鱼烩菜中充当配角，现在不少小吃都是以宽粉为主，还有麻辣拌中也一定少不了宽粉。锅包肉15元一份，在东北几乎每一家餐馆都会有锅包肉，无论规模大小。因为太受欢迎，也渐渐地变成小吃，走入夜市中。锅包肉一定要现做，糖醋汁也是现场熬制的。炸好的锅包肉换到另一个锅中，裹上糖醋汁，趁着出锅之际咬上一口，香酥酸甜。猪肉价格不便宜，有的商家也会用鸡肉，不过做出来同样好吃。看到油煎小土豆，其实我脑中首先想到了云南昆明，那里的路边小吃摊最多的就是油煎土豆了。是哪个？啥也不放，直接都打土豆。
与昆明不同的是，这里的小土豆还会加上各种调料。利息收款11元。打算吃哪个？拿几个圈儿？小份一个人了，收到，下火。福鼎肉片15元一份，算是福建众多小吃中传播范围比较广的，很多内地北方城市中也能看到。猪肉打成泥，混合地瓜粉搅打上劲，一般用刮片刮到大锅里，是福鼎肉片的招牌制作方式。当然也可以用小勺子代替。辣椒要不要辣椒？好的。香菜、紫菜、虾皮、泡椒还有香油是基础的打底小料。热汤冲开小料，一股新鲜的海味扑面而来，肉片吃起来软糯中又带有嚼劲。点肉筋的人并不多，相较于肉片，吃起来口感上会更加 Q 弹。在制作时，其中的猪肉带有筋膜。另外的拌肉片，不同于传统的汤煮，也很好吃。以前的猪蹄儿常出现在卤味熟食店中，现在夜市小吃中总会看到烤猪蹄儿。卤制后软糯入味，再经过高温烤制，使口感上更加丰富。贴近烤架的外皮已经烤到鼓泡，这样的部分吃起来会焦脆中带着软韧。微信收款16元。另一道麻辣羊蹄儿是在西北更为流行的美食。羊蹄儿上的皮肉不那么厚实，所以在口感上并不会像猪蹄儿那样软糯，更多的筋皮使得羊蹄儿自有它的美味。吃羊蹄儿一定要配上蒜泥，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提味。从陕北到甘肃再到青海，总会在小吃摊上看到。越来越高，是的。320的15个。公安锅盔是湖北荆州公安县的地方特色小吃，鲜肉馅儿、梅干菜还有糖锅盔都是经典口味。以前的老式做法是在炉膛中烤制锅盔，师傅们常会用一把长长的钳子放进取出锅盔。据说传统制作锅盔一般是2个人，一个人撑白案，负责在案板上揉面，另一个是红案，根据顾客的需求加糖加盐加辣，甚至油重油轻，悉听尊便。325个。325个。你需要了就在我前面了啊。325个。这个是5香的，5香，怪不得价钱给看一下啊。梅干菜、鲜肉、香辣牛肉、梅菜扣肉的好吃，这几个是好吃。好了，收到了。你别好。多一个。好，这会不忙。
他的，人家自己明白了，不要斗那么清楚。人家15个。相对20分15分。相对20分15分。逛夜市时，如果细心留意当地人的口音，会发现有一点山西话的音调。整个内蒙古地域狭长，包头地处西部，南接晋陕两省。包头虽属内蒙古，人口结构上却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，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。第一波浪潮就发生在走西口时期，大量的山西人成了包头人。之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，为了建设中国的第2个钢铁基地包钢，也涌入了大批外来人口。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有很多祖籍都在山西、河北、东北。从夜市上的各种小吃也能看出，有不少都是东北风。斜着下，斜着下，斜着。你弄水的话，你哎呀，月月在家里头呢，自己做的小扇子啊，就弄在水里做了。不是有字吗？那字。谢谢你。都是你做的吗？先炒一炒，倒吧。炸蚂蚱倒是并不少见，不过吃起来差异却很大。好吃的炸蚂蚱个头肥大，最好是专门饲养的食用蚂蚱，不仅口感酥脆，味道也是极其鲜美的，只是在市面上不常能遇到。
3倍马上。奶皮、奶卷、奶豆腐了啊，酸奶、鲜酸奶了，免费试尝了啊。奶制品是来到内蒙古一定会买的伴手礼，老酸奶、奶皮、奶豆腐等，每一样都好吃，奶纯，味道香浓，口感扎实。起源于北京城南的老北京卤煮，有的人觉得重口味，而好这一口的会欲罢不能。大肠、小肠、猪肺先炖好，再放到一起煮，边角还会煮上炸豆泡。大大的锅边围好一圈火烧，吃卤煮一定要搭配火烧。切好料码到碗里，切碎火烧，浇上老卤汤，一份老北京味儿成了。夜色渐深，而我的味蕾还停留着鲜嫩的涮羊肉和浓浓奶香，这是属于草原城市的独特回味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